跑啊！曾经的青州第一剑道天才，怎么像条野狗一样趴在地上喘气了？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要怪就怪你命不好。你那块太乙剑骨，如今已经安在了星辰阁圣子的胸膛里。圣子大人有令，要把你这废物的丹田也彻底踩碎。纵然天道不公，但这人间的规矩，还轮不到你们这群蝇营狗苟来定。哪来的穷酸书生敢管烈阳宗的闲事？我看你是找死！什么？这不可能！穿越3日，执掌浩然书院，10米之内，仙人之下一切攻击皆归无效。剑骨被夺，丹田被毁，却依然没有开口求饶。你很不错。装神弄鬼的东西，给我死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林隐。恨吗？恨，我恨世道弱肉强食。很好，记住那份恨意，重登绝顶，剑指何方？若我重登绝顶，我的剑当斩断这世间一切恃强烈弱，当劈开这遮蔽众生的万古长夜。检测到符合宿主念的绝佳大荒，收徒条件已满足，万倍返还系统已彻底激活。好志气，从今起你是浩然书院大弟子。走，师父带你回家，重塑剑骨。怎么，嫌寒酸？弟子不敢，恩师救命之恩，林隐粉身碎骨难报。弟子如今太乙剑骨被挖，丹田破雷，已是彻头彻尾的废人。恩师收留我，只会招来星辰根与烈阳宗的疯狂报复。弟子烂命一条不足惜，唯恐连累恩师。连累这青州界内，乃至9天10地，还没有谁能连累得了我陆长歌。至于那星辰阁、烈阳宗，不过是些跳梁小丑罢了。等书院柴火不够了，正好拿他们填炉子。林隐，我且问你，何为剑？剑，乃百兵之君，杀伐之器。错，那是世俗匹夫的理解。我浩然书院的剑，不是炫耀武力的工具，更不是任人抢夺的骨头。世人皆说你天生太乙剑骨，是天之骄子，被人挖走，你就觉得自己是废人了。拿着它。检测到宿主首次向气运弟子赠送物品生锈的铁剑，触发最高级别兽徒暴击，万倍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诸天至高体质混沌剑体，恭喜宿主获得无上级功法太上剑诀完整版。剑骨可夺，剑心不灭。剑的锋利不在材质是凡铁还是仙金，而在于握剑之人的心。只要你的心不屈，哪怕手握枯草，必可斩尽日月星辰。星辰阁夺了你的骨头，为师今日教你凝聚无人能夺的无敌剑心。剑骨可夺，剑心不灭。烈阳宗那帮鱼的报复，肯定很快就会找上门来。抓紧时间蜕变吧，我的大徒弟。属于我们的反击，才刚刚开始。以身为炉，以意为剑，这太上剑诀当真霸道无双。行了，喝碗粥暖暖身子。太上剑诀领悟的如何？回禀师尊，弟子愚钝，一夜参悟，即勉强触及剑心出城的门槛。虽无灵气傍身，但寻常炼气期修士，弟子已有把握一战。不骄不躁，尚可。一夜之间无缝切换修炼体系，还能摸到魂坎，不愧是系统判定的气运之子。给我搜！王虎昨日在此失踪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破书院的地皮今日必须拿下，误了血煞阵进度，你们全都提头来见！哈哈哈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你这个被挖了剑骨的废物！怎么，昨日被打得像条死狗，今天躲到这破镖里苟延残喘？昨日重伤王虎的青山书生就是你，区区凡人敢管烈阳宗的事，真是活腻了！来人，
废了这酸儒，姓林的拉回去献祭血煞阵。师尊，您的粥要凉了，这些杂狗交由弟子来打发吧。大家快看，这废物拿了把劈柴的破铁剑，想跟我们动手。这不可能！你丹田已废，毫无灵气，怎么能击败他们？你用的什么妖术？我用的不是妖术，是剑。我师尊教导过我，浩然书院的剑，不染无辜之血，只斩恃强凌弱之辈。你们草菅人命，强拆寸裸剑，恶毒血煞阵，今日这门槛，你们半步也跨不进。狂妄！没了太乙剑骨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这炼气巅峰斗？烈阳斩！滚！回去告诉你们宗主，浩然书院的地不卖，这里的凡人不许动。若再敢来犯，下一次断的就不是你们的剑了。力道拿捏的还算准，懂得知止而不滥杀，你的剑心稳了。多谢师尊夸奖。不过，打了小的，自然会来老的。烈阳宗宗主可是个睚眦必报的性子，接下来这几天，书院怕是不会太平了。林吟，过来。师尊有何吩咐？你虽重塑了剑心，但此前被挖去剑骨，气血亏空严重。这枚丹药品质粗劣，疗胜于无，你且服下稳固一番。多谢师尊赐丹。检测到宿主向气运弟子赐予物品劣质凝气丹，触发万倍暴击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天阶极品丹药九转洗髓丹。九转洗髓丹乃上古神药，可洗毛伐碎，重塑根骨，凝聚神识。师尊，为师仔细看了看，这等垃圾也配入我浩然书院弟子的口？吃坏肚子，岂不是砸了为师的招牌？吃这个吧。师尊，这太贵重了，弟子受之有愧。少废话，让你吃就吃。我浩然书院的规矩，长者赐，不可辞。这是神识外放，不错，有了神识配合太上剑诀，你现在的战力才算勉强过关。去后院换身干净衣服，然后下山一趟。师尊有何吩咐？书院没米了，为师中午想喝口热乎的排骨汤，你下山去青州城买些米肉回来，顺便把路上的垃圾清理一下。弟子领命。三长老，赵执事说，那小子真的会下山吗？浩然书院那破地方，连口水都没有，他们总要吃喝。今日林隐必须死。来了，布阵，别让他跑了！装神弄鬼，死到临头还敢故弄玄虚，给我上，乱刀砍死他！我浩然书院的剑，只诛首恶，不造无端杀孽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你那邪门剑法再有门道，在绝对实力面前，也只是徒劳。烈阳玄火咒，去死吧！绝对的实力。斩！这不可能！你斩断了我的法术！剑之所及，万法皆破。你不敢杀我！我乃烈阳宗内门长老，你杀我，宗主必将浩然书院夷为平地！我师尊要喝排骨汤，你的血太脏，这血会弄脏我买肉的布袋。
我的修为！掌柜的，买10斤精米，2斤排骨，这是钱，放在门口了。手艺见长啊！长街上的事处理得如何？回世尊，烈阳宗内门3长老李哭带30名精锐伏击，弟子未下杀手，只是废了李哭的修为，震散了其余人的兵刃。不被杀戮蒙蔽双眼，方能看清大道。因果慧眼，开启。原来如此。师尊，您看到了什么？烈阳宗这般疯狂的搜刮地皮，驱赶凡人，甚至连你那块被挖走的太乙剑骨，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需要，他们不过是别人养的一条狗罢了。狗？他们在地下偷偷构建了一座血煞吞天阵，这阵法极其阴毒，需要抽干方圆100里内凡人和低阶修士的精血与气运。3个月后，便是星辰阁10年一次的岁贡。烈阳宗宗主要将青州10万生灵炼化成血丹，讨好星辰阁，换取突破元婴的机缘。难怪他们非要强拆书院周边的村落，他们不是要地，他们是要那里的命。师尊，弟子谨求出战，纵然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斩了这帮丧尽天良的疯。这世道烂透了，确实需要有人去把那高高在上的天捅个窟窿，但还不是现在。你现在的修为，冲过去不过是送死。拿去，贴在门上。检测到宿主赐予气运弟子防御物品，画着排骨汤的涂鸦平安符，触发万倍暴击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上古绝阵天地玄黄4象阵，阵法已自动绑定浩然书院，开启最高级别防御，非仙人不可破。这是吃饱喝足就该看戏了，让他们在外面狗叫吧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这青州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在门外跪着。奇耻大辱！真是我烈阳宗开派以来的奇耻大辱！30名内门精锐加1位筑基长老去杀一个没丹田的废人，竟被人家一把废铁剑杀得全军覆没，还被废了修为抬回来。大长老，宗主如今在州地必死关主持血煞吞天阵，若是岁贡前不能血祭声明怪罪下来，我们谁也是担待不起啊！好一个浩然书院，好一个剑骨被挖的废人！看来是我们太仁慈了，竟让2个蝼蚁踩在了头上。传我法旨，敲响战钟！除镇守阵法的弟子外，内门所有筑基长老800炼器精英全副武装，随我出征。今日我要将那浩然书院夷为平地，我要让整个青州都知道惹怒我烈阳宗的下场。这就是那所谓的浩然书院。林隐，还有那个装神弄鬼的孙书成，立刻给老夫滚出来受死！大长老，他们肯定是吓破胆儿躲在里面不敢出来了，让属下带人冲进去，把他们揪出来。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赵银，去把这破门给我轰烂！哼哼，遵命。受死吧！什么？这破落院子有古怪。好一个障眼法！所有内门长老听令，800弟子结阵，给我轰！不要停！老夫倒要看看他这破阵能撑几时！遵命！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阵法？我们的攻击打在上面，连一点声响都没传出来，就像是泥牛入海啊！硬攻不行，那就把他们逼出来。去，把下那些受过书院恩惠、给书院卖过米粮的凡人，全给我抓上来！林隐，你这缩头乌龟，给我看清楚了！老夫知道你们能看见，你不是自诩剑道正统，不滥杀无欺吗？你不是要庇护这些贱民吗？现在，老夫给你10息时间，你若不走出大阵，老夫每过10息便杀一人，直到把这110口人杀光为止。林少侠，别出来，他们是魔鬼，你出来会死的。2、
3。师尊，弟子该当如何？怕死吗？怕，但弟子更怕这手中的剑，从此以后再也握不稳了。剑修的是什么？是直之本心。这世上最锋利的剑，不是用仙金铸造的，而是由无愧于心的信念凝聚的。你若今日眼睁睁看着他们因你而死，你的剑心就会出现裂痕，终生无法窥探剑道绝顶。弟子明白了，浩然书院的剑，只为守护而出。今日，哪怕粉身碎骨，弟子亦要拔剑。去吧，放手去战。记住，你是我陆长歌的徒弟，天塌下来，为师师替你顶着。放了他们。哈哈哈！好，算你小子还有点种。老夫还以为你会像只缩头乌龟一样躲一辈子。我说，放了他们。装腔作势，老夫乃半步金丹，岂会怕你一个连灵力都没有的废人？引教还剑！我有一剑，可斩世间一切虚妄。李少侠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，凭着一股邪门剑意，也想硬扛老夫的岩礁焚天，简直是螳臂当车！这不可能！终究，凡人之躯与半步金丹的灵力差距，犹如天堑。老夫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，原来也不过是强弩之末。能以凡人之躯斩破老夫的法术，你的确是个怪物。若让你成长起来，我烈阳宗必有灭顶之灾。可惜你没有机会了，把那些贱民全给我剁了！今日老夫要让这小子眼睁睁看着他拼命想要守护的人死在他的面前，这就是惹怒烈阳宗的下场。遵命！不要！站起来！给我站起来！这世上最锋利的剑，不是用仙金铸造的，而是由无愧于心的信念凝聚的。什么？我浩然书院的剑，不斩仙佛，只斩世间不平。太上剑诀第2层，剑意化龙。不可能！这是什么怪物剑法？大长老死了，他没力气了，他已经灵力枯尽了。杀了他，为大长老报仇，抢回宗门秘宝。干得不错，没给为师丢脸。你这个凡人书生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徒弟的剑已经用完了，接下来轮到我浩然书院的规矩了。多谢仙长救命之恩，仙长慈悲呀！老人家，快请起！我浩然书院本就立于青石村旁，平日多受各位乡亲照顾，如今遭此无妄之灾，也是因书院而起，护诸位周全，是陆某分内之事。乡亲们，先把我这徒儿抬进院子偏房歇息吧。外面的风雪，交给我来处理。是，仙长您当心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若敢杀我们，烈阳宗上下数万人定会将你这破书院踏为平地。数万人，
那便一起来就是了。我浩然书院的规矩，不造无端杀孽，但你们助纣为虐，以凡人精血为食，早已天理难容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用高高在上的修为欺压凡人，那今日陆某便剥夺了你们这身修为，让你们也尝尝做凡人的滋味。喂，我的丹田，我的灵力！仙长饶命！仙长饶命啊！我们都是奉命行事，身不由己啊！身不由己，挥刀斩向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弱时，你们的刀可曾有过半分迟疑？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我已封死你们的周身大穴，此生此世，你们的修缘只能停滞在炼气初期，再无寸进的可能。滚吧！若再敢为恶，不用我出手，你们体内的暗劲便会将你们搅成一滩肉泥。元婴期，庶子敢乃杀我烈阳大长老，废我宗门金石，毁我血祭大计。今日老夫要将你这浩然书院连根拔起，将尔等神魂抽出，在九幽冥火中灼烧万年，永不超生。打了小的来老的，打了老的就来个更老的。你们这帮所谓的名门正派，连出场台词都这么千篇一律，真是毫无新意。本来还想留着你，给我的徒弟当几块磨刀石，但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为了自己那点可怜的修为，去弄出这种伤天害理的血煞阵。既然你觉得元婴期就可以将众生视为猪脑，那今日陆某便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天外有天。你不是要将我书院连根拔起吗？陆某就在此地，你接我一剑试试。王八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区区一个连灵力都没有的凡人蝼蚁，也敢大言不惭地说让老夫接你一剑？呵呵，便是青州第一剑宗的宗主在此，也不敢对老夫说出这般狂言。老夫不管你用了什么障眼法镇压了老夫的手下，但在绝对的境界压制面前，一切诡计都是徒劳。既然你急着找死，老夫便成全你。血煞吞天印落。修仙，修仙，修的本该是顺应天道，庇护苍生，而你们却将屠刀挥向了最手无寸土的凡人。今日，陆某便替这青州百姓向你烈阳宗讨一个公道。去！这不可能！这是什么力量？老夫的元婴。去。谢仙长救命之恩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罢了。你烈阳宗自诩高高在上，将凡人视为草芥蝼蚁，却不知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今日你宗门覆灭，并非因为我有多强，而是因为你们作恶多端，天理难容。留你一命不是仁慈，我要让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着，看看你曾经视如猪傩的凡人是如何在这片大地上直腰杆，看看我浩然书院是如何把这腐朽的修仙界规矩一点一点的碾碎重塑。一剑断月，这天下规矩该换了，这才是我林隐此生要追求的无上剑道，这才是师尊要传我的济世之心。时机刚刚好，汤还没凉。看清楚为师刚才那一剑了吗？
弟子看清楚了。看清楚了就好，好好养伤。明日起，书院要重新修缮一番了。烈阳宗已灭，但这不过是拔掉了一颗毒芽，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。烈阳宗的本命御剑全碎了，本圣子挖来的这块太乙剑骨，竟然在恐惧。来人，传本圣子法旨，立刻集结星辰阁3大战将、9大神奇，随本圣子踏平青州。我要亲眼看看，到底是谁敢在太岁头上动石。时光荏苒，距烈阳宗覆灭已过半月，压在青州百姓头顶的乌云彻底散去。上！师尊说过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浩然书院能护你们一时，却护不了你们一世。你们必须要学会自己握紧武器，才能在这吃人的世道里站直了腰板。谨遵大师兄教诲。总算是有点名门正派的起步样子了。滚开！你这该死的瘟神！别靠近我们的营地！打死他，又或烧死他！发生了何事？书院脚下，不得聚众私斗。林少侠，你有所不知啊！别烧我，我没想害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不想死，我真的没想害死他们。看吧，连血都能涂黑，他就是一斗毒物，烧死他，必须烧死他！无知可以被原谅，但打着自保的旗号去宣泄暴虐，便落了下场。仙长，拜见陆仙长。仙长恕罪，小人也是怕这瘟神害了大家呀。他身上的毒气太可怕了。不是瘟疫，是遭天际的恶难毒体。不懂引导便毒气外泄伤人，得功法引导便是独一双绝的绝世之才，果然是蒙尘的美誉。别过来，我会害死你的！我是怪物，你别碰我！在我的字典里，没有怪物这个词。仙长不可，万万碰不得！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快放手！看到了吗？你的毒对我没用，你不是怪物，更不是什么瘟神，你是我浩然书院的绝世天才。检测到符合宿主传道大荒核心理念的绝佳苗子，恶难毒体拥有者，恭喜宿主，2徒弟绑定通道已开启。我真的不是怪物吗？这世上真正的怪物，是那些手握壮拳却草菅人命的屠夫，是那些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伪善者，而你只是一个生病了，暂时还没学会控制自己力量的孩子。我叫陆长歌，浩然书院的院长，你愿意做我的2徒弟，跟我回书院学习如何掌控这份力量，去救赎那些曾和你一样在痛苦中挣扎的人吗？我愿意，师父。从今日起，他名苏九儿，乃我陆长歌的亲传2弟子。他的病我来治，他的因果我来接。谁若再敢以怪物、瘟神辱他分毫，便如同在向我浩然书院宣战。林隐，弟子在。带你师妹去后山那口灵泉洗漱一番，告诉她到了书院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。是，师尊。剑修主杀伐，毒医主生死。星辰阁啊，星辰阁，等你们大军压境时，我会让你们好好体验一把什么叫做真正的惊喜。我把仙长的泉水弄脏了。师妹不必担忧，师尊说了，你体内的毒气乃是天地造化，灵泉水变黑是在帮你洗去外皮污垢。等你学会控制体内的力量，便能收放自如。快些洗漱吧，别着凉了。师尊还在大堂等你。
拜见师尊。起来吧，在我这儿不用动不动就如此大礼。过来。你身负恶难毒体，体质特殊，为师这里剑法道术虽多，但都不适合你。这本药理残卷，你先拿着看。多谢师尊赐书，九儿一定日夜苦读，绝不辜负师尊的期望。接到首次赐下2图第一次与基础药理残篇，触发最高级别万倍缓还暴击。恭喜获得诸天至高药理功法万毒净视诀，先天力宝造化神能鼎。残卷只是让你认草药，接下来为师要传你的，才是真正能让你掌控命运的通天大道。这世间之人皆畏惧毒，视其为洪水猛兽，但他们不懂，毒之尽致，便是生机。九儿，你要记住，医者仁心，但不可有妇人之仁。毒可杀人，亦可救人，只要你心存善念，哪怕浑身是毒，你也是世间最圣洁的医者。你的毒不杀无辜，只诛邪祟，不造杀孽，只净世间。师尊，我感觉自己不一样了，我再也不会不受控制的毒死别人了。这仅仅是个开始，从今天起，你便跟着我学习药理。你师兄主外用剑荡平不公，你便主内用丹药悬壶济世。是，九儿谨遵师尊教诲。书院的班底总算是初具规模了。救命！这是瘟疫，是天谴啊！难道是灭了烈阳宗，触怒上强，降下责罚了吗？是药王谷的仙医，药王谷的仙医来救我们了！诸位青州百姓莫慌，此乃罕见的黑鳞瘟疫，极其凶险。但我药王谷北着医者仁心，早已炼制出压制瘟疫的特效灵药镇灵丹。只是这镇灵丹炼制不易，所需药材皆是珍贵灵草。我药王谷虽慈悲，也不能做亏本买卖，故而每颗镇灵丹售价10块下品灵石，或等价100年份灵药，凡人1年的口粮。县长，我们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啊？求求您大发慈悲，先救救孩子吧！滚开！别把晦气沾在老夫身上。药王谷的规矩概不赊欠，没钱买药就乖乖等死。我们是来赐药的，不是来做善人的。师尊，弟子感觉到空气中突然多出了一股极其阴毒、极其刻意的死气，好像是有什么人在故意散播毒源。借瘟疫发国难财，用凡人的命来敛财吗？九儿，拿上你的药篓，去叫上你大师兄，带你们下山去教教那帮自诩为仙医的垃圾，什么才叫真正的医者仁心。仙长，求求您赐一颗镇灵丹，救救我那快要死的老母亲吧！我祖传玉佩给您，再把闺女卖给药王谷做烧火丫头，只求您发发慈悲。老夫说过了，一颗镇灵丹10块下品灵石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你这破烂玉佩，连半块灵石不值。滚开！别妨碍别人买药。既然你们这么嫌弃凡人脏，又何必打着悬壶济世的幌子，跑来这青州城里像吸血虫一样敛财呢？是浩然书院的陆县长，还有李少侠。哼，哪来的黄口小儿，也敢管我药王谷的闲事？我药王谷赐药救人，收取成本理所应当。你们若是真有慈悲心，怎么不拿出丹药来救治灾民？谁说我们没有？九儿，去吧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医道。是，师尊。小姑娘，别过去，黑鳞瘟疫碰不得。哼，真是不知死活，简直是去送死。爹，你活过来了，多谢小仙女救命之恩。这不可能！你懂什么？这根本不是什么天灾瘟疫，
是有人故意将黑谷草毒汁混合乱葬岗尸煞之气，人工调配的混合毒药。停药1天，毒发便猛烈10倍。你们这群披着人皮的狼，根本不是在救人，是在用百姓的命养钱袋子。是他们，是药王谷放的毒，难怪吃了药鳞片不长，人却一天比一天瘦。你们卖的镇灵丹，掺了湿血藤粉末，暂时压下黑鳞，却暗中吸食病患精血，杀了这帮坏人，为死去的乡亲们报仇！胡言乱语，简直一派胡言！浩然书院妖言惑众，污蔑我药王谷清誉，所有弟子听令，立刻将这3个妖人就地格杀，以儆效尤！师妹退后。连剑都不拔，对付你们这种人，拔剑脏了我的剑心。哼，浩然书院面前，岂容尔等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解药呢？没有解药，这种毒一旦爆发，根本无药可医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救一个，还能救得了青州10万人吗？等凡人都死光了，你们也难逃大宗门追责。是吗？九儿，告诉他，真正的医道该如何解这10万人的毒。万毒净释，造化还生。多谢仙长救世之恩。你们别得意的太早，我药王谷谷主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谷主来得正好，我浩然书院的柴火最近又有些不够了。快看天上，那是什么？贺翁死前捏碎血色传讯符，药王谷谷主谷幽勃然大怒，亲率300精锐炼丹师驾驭战舟，杀气腾腾降临青州。好一个浩然书院，竟敢坏我药王谷筹谋3年的大计！本是老夫用来培育万毒血丹的上好器皿，你们不仅杀了老夫的长老，还解了他们的毒，简直罪该万死！器皿，他们竟然把我们当成炼丹的材料！师尊，他们比烈阳宗还要坏。烈阳宗是明抢，他们披着救人的外光做罪恶的事。所以，他们今天一个也走不掉。狂妄的酸儒！既然10万器皿被你们洗净了，那老夫今日便将整座青州城化作巨大炼丹炉，把你们连同10万还人一起炼成绝品血丹。众弟子听令，布万毒封天阵。是。大师兄，这阵法好生恶毒，我境界太低，吞不下这么毒火。师妹莫慌，有我剑意化龙。没用的，老夫这万毒封天阵汇聚天下奇毒，凝练阴火，专烧神识与剑意。莫说你个没丹田的剑修，便是金丹大能在此，今日也得被炼成一滩怒啸。用毒火炼化一成生灵，你也配称自己为炼丹师？哼！今日陆某便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真正的造化之炉，什么是真正的天地真火。顶来！先天至宝造化神龙鼎，法相降临。这是什么级别的法宝？灵宝？不，绝对不止！难道是传说中的通天神器？炼化青州，你那破铜烂碟也配？给我收！
这不可能！医者当慈悲济世，尔等却行屠戮之举，留着真火何用？剥夺尔等炼丹何用？真火息。修士全靠本命真火炼丹，硬生生从丹田处被丝丝淤血，此刻真火尽数被强行抽离。我的真火，老夫苦修200年的必有玄火。林野，剩下的交给你处理。是，师尊。浩然书院规矩，作恶者当受其果，立刻滚出青州。若有一人敢在青州境内逗留半步，杀无不杀。救命之恩！烈阳宗覆灭才半月，连药王谷也栽了。而且看这玉牌迹象，竟然是被人强行剥夺了丹火道基。这等手段，那青州偏僻之地到底隐藏着什么怪物？师尊，我们真的要离开青州吗？觉得为师是在逃跑？弟子不敢。只是青州初定，若此时星辰阁大军压境，没有师尊坐镇，青州百姓怕是会遭殃。林野。九儿，你们记住，真正的强者不是被一城一地的名声所束缚。我若一直留在书院，凭大阵确实能保青州，但这世上的不公，难道只有青州一地吗？为师固然不怕他们，但你们呢？以你们现在的修为，能撑过几个回合？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，这次带你们下山历练，我们偏要反其道而行之，去最混乱、最凶险的地方。等你们真正成长起来，堂堂正正杀上星辰阁，把你那块太乙剑骨亲手拿回来。弟子明白了。至于青州百姓的安危，我已在此留下一道混沌剑意，非元婴之上不可破。星辰阁若敢派人来屠城，这道剑意自会教他们做人。走吧，第一站，大荒边境镇元城。这里是人族与妖族的天然交界，没有王法，只有残酷的丛林法则。无数亡命之徒聚集于此，充斥着暴力与暴虐。师尊，这里的人身上的杀气好重。乱世边缘皆是如此。九儿，注意收敛你体内的毒丹气息。这里的邪修鼻子比狗还灵，别惹些不必要的苍蝇。打！给我狠狠地打这杂鱼！老子花大钱买你，是让你找高阶灵草，你竟敢装死不指路！师尊，这帮畜生，连弱者也下毒手。丁，3徒弟绑定通道开启。既然遇见了，这闲事，我们浩然书院管到底。好，你不肯找药是吧？老子今天就砍了你这双没用的兽耳下酒！哎呀！什么人敢管我恶虎帮的闲事儿？这半妖我看上了，开个价吧。哪儿来的穷酸秀才，敢打伤老子？想死是不是？来人，给点颜色他们看看。为什么这个人类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？杀了他！林野，把这群乱叫的野狗赶出去，记住，别弄脏了人家的地盘。弟子领命。
想饶命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。我刚才说开个价。不要钱！这小半妖就孝敬给仙长您了，全当小人给仙长赔罪。天生口不能言吗？世人因你血脉而轻贱你，视你为半妖，为怪物，众生皆平等。但在我浩然书院，万物皆有灵，决定不了你的高低。只有道心才能决定你站得有多高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。我给你起个名字，就叫阿寿。你可愿做我陆长歌的三徒弟吗？阿寿师弟，进去泡着吧，这药液能拔除你体内的暗伤和火毒。拜见师尊，拜见师尊。这是为师方才在集市上画一块下品灵石的初级御兽诀。你虽有半妖血脉，想真正掌控力量，需懂得引气入体之法。拿着吧。丁，检测到宿主首次向三徒弟赐予初级御兽诀，触发最高级别兽徒暴击，万倍返还。恭喜获得诸天至高妖道功法万妖御天诀，妖族至高本源混沌天妖精一血一滴。阿寿，闭上眼睛。谨守灵台，不要被妖血吞噬了理智。世人皆说妖性本恶如毛饮血，但为师告诉你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在我书院，众生皆平等，人有人性光辉，妖你的血脉有妖的忠义。你不是怪物，不要让血脉吞噬了你的心。给我破！多谢师尊再造之恩。阿寿此生唯师命是从，若有违背，天诛地灭。很好。阿寿，怎么了？师尊，大师兄，大山在哭泣，万物在哀嚎，我听到了数以千万计的脚步声，那是被极度恐惧驱赶的脚步声。山脉深处有一个极其恐怖的大家伙醒了，他疯了，他在驱赶所有的妖兽，是绝命兽潮，最多还有2个时辰就会淹没镇元城。完了，是上古凶兽穷极的一缕残魂苏醒了。这种级别的兽潮，别说是镇元城这破阵法，就算是星辰阁主城，也不一定挡不住啊！城主大人，立刻开启最高级护城大阵，召集全城散修和凡人武者上城墙死守吧！死守？拿什么守？拿命钱吗？蠢货！区区几百万贱民的命，能和我们这些宗门精英的命相比吗？正因为有这几百万人，我们才更有机会活命。那一上手之剑，当如何是好？很简单，弃城。立刻下令封锁消息，不准任何人靠近城门，将城北护大阵资源全军到南城门。我们要用满城凡人吸引兽超注意力，让他们去啃食这些贱民。我们陈卵从南城高阶飞舟突围撤退。好，就依上使所言，立刻集结所有城卫军精锐，准备飞船从南门秘密撤离。师尊，城主府他们要撤掉城北镇，用全城百姓当肉饵，自己从南门坐飞舟逃跑。畜生！这帮人简直连最下等的妖兽都不如，他们竟然要用300万人的命去给他们争取逃跑的时间！师尊，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，那些凡人是无辜的。师尊，我是在这里被您救下的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座城被踏平。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名门正派弃城而逃，将数百万生灵视为肉食炮飞。好，很好。林隐、九儿、阿寿，弟子在。既然他们不要这城了，那从这一刻起，这镇渊城便是我浩然书院的地盘。走，随为师去北城前。
大阵撤了，城主府把大阵撤了，城主和大宗门县长从南门坐非洲跑了，他们把我们当成喂妖兽的肉胆儿啊！我们世世代代在边境为他们开采灵矿、上贡灵草，到头来竟连一条狗都不如吗？哼，一群蝼蚁，能用你们的血肉填饱受潮肚子，为我等拖延半个时辰撤退时间，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师尊，数量太多，弟子们的灵力怕是撑不了太久。修行之道，不破不立。你们只管放手去杀，这座城，只要我在，就塌不了。弟子遵命。太上剑诀第3层，剑化化成。是浩然书院的仙长，他们没有抛弃我们。大师兄，我来助你，万毒尽释，生死逆转。那3个少年是谁？青州地界何时出了这等妖孽？不过是强弩之末，全速撤退！卑微的人族血食，也敢阻挡本王！大师兄，蝼蚁，化作本王的血儿吧！打了这么久，你们3个配合的还算过关。这只大猫猫，就当是为师你们这堂实战课，做一个收尾示范吧。跪下。哼，既然醒了，就别急着睡了。剥夺。这缕上古残魂就当是给你的补品了，好好炼化。浩然书院陆仙长，拜谢仙长活命之恩。一招秒杀金丹巅峰大妖，那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内忧不除，外患不平，该算算弃城这笔账了。那是城主的非洲，那帮狗官逃跑了，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。要不是陆仙长，我们早死了。逃，快逃！全速催动非洲回星辰阁。现在想走，给我滚回来！陆县长，他们都是逃兵，是谋杀青州百姓的刽子手。弃城而逃，以300万百姓为肉弹，这就是你们星辰阁所谓的正道作风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知不知道我是星辰阁内门之士？我家阁主乃是化神期大能，门下弟子10万，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星辰阁铁骑必将踏平你破书院，将你挫骨万段。哦，化神期10万弟子，烈阳宗大长老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，药王谷谷主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。你们这些大宗门的人，是不是除了拿背景压人，就再也找不到其他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借口了？
你星辰阁有多强，我浩然书院不在乎，但在我眼前，抛弃弱者草菅人命，便是死罪。林隐，弟子在。废了他们的修为，把他们挂在城门口，让他们世世代代向这座城里死去的无辜者忏悔。是。不，你不能啊！多谢县长为我们做主。臭小子，你敢废我？我星辰阁圣子不会放过你的！圣子大人，救命啊！这浩然书院的妖人毁了边关，废了属下，他们还要与星辰阁开战。我当是谁，能让我这块太乙剑骨产生如此强烈的排斥反应？原来是你呀，李星河。别用这种恶心的神看着本圣子，你的骨头在本圣子体内才能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。你就是浩然书院院长，区区凡人，障眼法不错。不管你是什么来头，3日后必踏平镇圈城。说完了吗？如果说完了，那就回去等着。挖他剑骨是他的因果。3日后，不用你们来，浩然书院亲自登门拜访。混账，找死！师尊，弟子定当不辱师门。风暴已起，从今天起，书院不再避世，天道崩塌便重塑天道，世道烂透便换个世道。走，回青州备战。师尊，弟子有一事不明，星辰阁怎敢圈养凡人血迹，拿百姓当肉饵，不怕天道反噬？天道反噬？若这所谓的天道早被篡改了呢？你们以为这个世界的修仙资源为何如此匮乏？为何底层凡人连吸收一丝灵气都会激变成怪物？为何像药王谷、星辰阁这种宗门能够垄断所有的功法与丹药？因为在这片天空之上，鬼神联手布下绝世大阵，锁死下界8成灵气。星辰阁不过是看门狗，你们都是这片天地孕育出的变数，所以他们才会对你们如此残忍。是那9重天阁打断了众生的脊梁。师尊，既然这天道是假的，这规矩是烂的，那弟子便用手中的剑随师尊一起劈开这绝天地通的大阵，把属于众生的东西全抢回来。对，好，3日之后，我们便先斩了星辰阁这只看门狗，再去会会那9天之上的伪神。陆县长，拜见陆县长，拜见3位少侠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林少侠，您别拉我。县长向星辰阁宣战的消息已经传遍了青州和边关，几万年了。那些高高在上的仙人把我们当猪狗，是浩然书院把我们当是人看。我们若是再狗袒偷生，连猪狗都不如了。哪怕是用牙咬，用血淹，也要在星辰阁大门上咬下块肉来。同生共死，踏平星辰阁！同生共死，踏平星辰阁！师尊，他们说人族的伪神也是他们妖族的死敌，他们愿意追随书院，共同赴死。检测到宿主成功唤醒100万苍生觉醒意志，达成传道大荒终极系统记录。
隐蔽成就众生为骨，万倍返还系统彻底，超载进化，奖励结算中。你们不怕死吗？不怕。好，既然你们叫我一声仙长，愿意将这身性命托付于我，那今日我陆长歌便让你们看看凡人亦可书仙。我已赐下战诀，3日之后大军开拔，目标星辰阁，随我去把这腐朽的规矩彻底踩碎。